你吃过话语吗？还是只是吞了情绪？以西结书第3章叫你看见吃书的男人与沉重的使命。第3节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，充满你的肚腹。我就吃了，心中觉得其甜如蜜。等一下，这一句超妙。你知道什么东西吃下去会让人惊讶？比如臭豆腐明明很臭，吃起来居然这么香。或者这卷满是哀嚎和悲痛的书卷，吃下去居然像蜜一样甜。这不是味觉错乱，是属灵反差。神的话即使说的是重话，警告、审判，当你愿意吞下去，心中竟然生出甘甜。就像有人第一次读圣经，觉得为什么责备我，却让我好感动。第4节，人子啊，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，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。简单粗暴翻译，吃完了 OK， 现在去讲。神不只是想你吃进去享受，而是要你化成出口，说出他的心意。 But 第5节，你奉差遣，不是往那说话深奥、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，乃是往以色列家去。不是应该先练等级吗？先派我去简单任务，讲外国话，对一些愿意学习的外邦人吗？神说没有，你就是直接回家，对你那些听得懂但装作没听见的同胞说话。第7节，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，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。你听出来了吗？这不是以西结口条问题，是就算是神本人来讲，他们也不听。这太震撼了吧。有时我们觉得，如果我讲得更有逻辑、更感人，他们就会接受福音了。但神说，不是技巧问题，是心硬问题。8到9节，看啊，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，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，像金刚钻，比火石更硬。这也太好笑，也太感人了。神不是改变他们的心，而是先升级你这位先知的防御值。翻译成游戏语言，神说，你要打这场硬仗，我先给你金刚防爆头盔，他们脸臭没关系，你脸比他们还刚。所以以西结要变成神的钢铁嘴巴。10到11节，神叫他听进去的话要深藏心里。12到14节，那时灵将我举起，我心中甚苦，灵性奋激。这什么感觉？一边被圣灵推着走，一边内心却觉得超烦闷。这不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吗？知道自己该去传福音，去面对一件神交托的任务，但内心千百个我不想。15节，我就来到提勒雅毕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，在他们中间忧忧闷闷地坐了7日，7天不讲话，只坐在那里，像不像中乐透之后发现税后只剩一半的那种表情？神呼召有时不会立刻让你热血沸腾，而是让你静静感受到那份重量。以西结这段旅程，从吃书如蜜到被差去讲难听的真理，然后再到静默7日，让我们看到一个从感动走向顺服的旅程。有时神的话开始是甜的，但使命却是重的，而真正的顺服是甘心吃下甜蜜，也愿意背起重量。